我是一名碳水师，却在一次下水氧气罐被冻了手脚，差点溺死在水里。好不容易九死一生，终于活着上岸，却被检查出我流产。我再也承受不住打击，昏死过去。睁眼时，老公谢荣清笑着给我介绍他的白月光老婆江雨柔是我的青梅竹马，她和老公离婚了，现在怀着孩子无处可去，我就做主把她带回家里，这样等她生下孩子，还能喊你一声妈，也圆了你做母亲的梦。怎么样？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怎么样？当然不怎么样。我双眼通红地看向谢荣清。我在水下历经九死一生，才终于活着出来，被抬进医院。醒来后，医生告诉我流产了。我想不通，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没了？谢荣清他还笑得出来，见我死死看着他们俩，一言不发。谢荣清的脸上也没了笑意。严叔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在和你说话，你没听见吗？江雨柔被我充满恨意的眼神吓到，她瑟缩一下，躲在谢荣清的身后。她怯懦问道：“清哥哥，舒姐姐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神看我？是不是我的存在打扰到你们了？”江雨柔含着泪：“清哥哥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你们毕竟是夫妻，我一个外人在这也不合适。清哥哥你放心，哪怕我离开了，但孩子出生后依旧会喊你一声爸的。清哥哥，我不会让你绝后。”江雨柔的话刺激着谢荣清的大脑。谢荣清皱着眉：“你瞎说什么？谁让你走了？可是舒姐姐她……”谢荣清冷哼一声：“严叔脑子进了水，你不必管他是什么态度，这个家是我做主，你安心在这养胎。你不是说想吃山庄的走地鸡吗？我这就去安排。你呀，不要操心那么多，乖乖养胎就好，知道吗？”江雨柔一脸感动：“清哥哥，你真好。”谢荣清和江雨柔好像忽略了我的存在，他们看起来举止很是亲密。我眼睛死死地看着他们俩。走到门口时，谢荣清顿了顿：“严叔，你刚大病一场，还因为失误让我们的孩子没了，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吧。”我的眼里满是悲凉，真的是我的失误吗？可我下水前明明看到江雨柔的身影啊！我呆呆看着天花板，眼泪早已浸湿两颊。对不起，我那胎死腹中的孩子，是我无能，竟然没发现你的存在。我悔，我恨，我脸上满是疲惫。谢荣清不耐烦地站在我面前：“你喊我回来就是为了这件事？”“是，雨柔确实出现在你下水的那片区域，但是我带她过去的。她刚离婚，又有孩子，心情不好，我带她过去散散心，顺便看看你的工作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我梗着脖子在质问谢荣清：“那为什么我在设备室的附近看到江雨柔？你说你带她去散心，难道还带去设备室里看风景吗？”谢荣清神色冰冷：“严叔，我能理解你没了孩子的心情，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我心里也不好受，但这不代表你可以疑神疑鬼，张口就来的污蔑雨柔。她什么都没做，一直在我身边，是吗？”我的神色悲戚：“设备室里有监控。谢荣清，如果你想让我相信这一切和江雨柔无关，就把监控打开给我看，你够了。”谢荣清的神色暴怒：“严叔，我怎么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小肚鸡肠的人。雨柔她是个孕妇，心地善良，她怎么可能做出那种破坏你设备的事？所以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那种没有容人之量的人，是吗？”我的语气很轻很轻：“谢荣清，刚嫁给你时，你告诉我江雨柔只是你的邻家妹妹，你经常因为她的事而忽略了我。那时你和我说，
她所嫁非良人，你这个当哥哥的自然要多照顾一些。好，我忍了。现在江雨柔离婚，你不顾我刚没了孩子的失落，直接把她带回我们的家，美名其曰她离婚心情不好，让她好好养胎。越说我的情绪越激动。那我呢？你有考虑过我的心情吗？你既然这么在乎江雨柔，你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娶了她？谢荣清见我情绪疯癫，他头疼地揉着眉心，脸上满是无奈。我知道你一直对江雨柔耿耿于怀，但我和你解释过很多次，我只是把她当作妹妹来看，你怎么老是把我想得这么坏呢？我也说过了，带她回家生下孩子后，也会喊你一声妈。严叔，我明明是在为你考虑啊。谢荣清还敢提孩子，心里像是被一只大手死死攥住，疼得我不能呼吸。在医院时，医生拿出我肚子里孩子的成像片，他在我肚子里小小一团，还没完全长成，就因为我的失误胎死腹中，因为我落水流产，失去了再成为母亲的资格。谢荣清就以为我好的名义，把江雨柔接进家中。我又不穷，又不是养不起雨柔和你，你到底在介意什么呢？我看着谢荣清脸上的表情，他脸上写着我不懂事，我无理取闹，我不大方体贴，我不能理解他。这一刻，我彻底心死，我脸色灰败。谢荣清，我们离婚吧。谢荣清神色一变，严叔，你脑子真进水了是吧？你现在生不了孩子，又在探水时出现失误，导致探水失败。你和我离婚，你还有地方去吗？碳水行业谁还会继续要你这个有失败例子的废物？你和我离婚，你连一口饭都吃不上。我不和你计较你脑子进水的话，离婚这事别再提。等你身体好了，继续开始工作。谢荣清爱怜似的抚摸着我的脸颊。严叔，这世界上只有我最在乎你。我沉默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哐啷！谢荣清抬头看去，江雨柔惊慌失措地和他对视。亲哥哥，我不是故意打扰你和舒姐姐的，我只是担心舒姐姐的情绪。现在看来，我真的不应该在这里。江雨柔眼睛红得兔子似的，惹得谢荣清心疼。他迈着步子朝我走来，挺着个大肚子，蹲在我面前。舒姐姐，你不喜欢我，我离开就是了。我的肚子。谢荣清神色一变，把江雨柔公主抱着离开。他脸上满是担忧，生怕江雨柔的孩子出了什么意外。离开时，谢荣清还嘱咐保姆看着我，不许我离开房间。我扯了扯嘴角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江雨柔怀的是谢荣清的孩子。江雨柔没什么事，她坐在我旁边，一口一口吃着谢荣清喂到他嘴里的水果。他炫耀地看向我，嘴里却说着：“亲哥哥，这样会不会不好？你怎么能当着姐姐的面喂我吃东西呢？讨厌了！你安慰安慰姐姐吗？”谢荣清瞥了我一眼，继续手上的动作。不用管他，他既然想不明白，那就让他继续好好想。谁给他的胆子和我离婚？离开我，他什么都不是。我抬头看着谢荣清年到30，经过岁月沉淀而愈发俊朗迷人的脸庞，陷入回忆。我和谢荣清是在泳池认识的。我喜欢水，喜欢在水里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，随意变换各种姿势畅游的感觉。刚出水面，就听到一阵清脆的鼓掌声。谢荣清笑着蹲下身子，对我伸出手：“你游得很好看，谢谢。”我没有理会他，径直上了岸。谢荣清就像对我一见钟情一样，开始穷追猛打。不管我在哪里，都能遇见他。每次见到我，谢荣清总会笑着说：“我们真是有缘分。”我歪着脑袋看着他：“是吗？我知道你是谢家的少爷，你能遇到我，我不觉得是缘分，反而是人为。”
谢荣清笑得更开心了，认为也是命中注定的一环，不是吗？那一刻，我不得不承认，谢荣清的话让我心动了。我也曾幻想过王子和公主的爱情，在谢荣清猛烈的攻势下步步沦陷。我们在一起了，在一起半年。谢荣清脸上出现忧愁，他总会叹着气告诉我，我不想当被人看不起的二世祖，我想能闯出自己的天地，可我不知道能做什么。那时，我在碳水行业已经小有名气，我知道谢荣清家里是干渔业的行当，谢家经过时间的沉淀，规模越来越大。巧的是，碳水和渔业有着一定的挂钩。碳水碳的是水里的活脉，水脉的走向越好，鱼群越多，甚至一些极品水脉会有稀缺品种的鱼类。更甚者，水下还有矿，而这些只有身经百战的碳水师才能探其深浅。我告诉谢荣清，我可以帮助他探水。谢荣清的眼睛越来越亮，我们一拍即合。那一晚，谢荣清抱着我，眼里的爱意即将溢出。言叔，如果不是遇到了你，我会一辈子一事无成的。那一晚，我们恩爱缠绵。谢荣清拿出资金，我作为他的员工，一切刚起步，我自然是拼了命的去探寻水中脉，只为替谢荣清打出名气。谢荣清在碳水行业站稳脚跟后，他向我求了婚，我也被同行戏称为拼命三娘。有我出现的地方，同行们都退避三舍，因为他们比不过我。婚后，谢荣清说他心疼我，现在公司已经初具规模，谢家的人也不再把他当成二世祖，他叫我退居幕后，当好他的谢太太，享受生活就足够。我拒绝了，我不只是为了谢荣清，我也是为了自己。我喜欢碳水，我喜欢这份事业。现在想来，我却满是自嘲。谢荣清清楚地知道我不会放弃，所以他用爱我的名义拿捏我，让我对他更加死心塌地。真是好算计。谢总，门外有人来闹事，保安慌张的声音打断我的思绪。我看向保安，只见他满脸紧张地跪在谢荣清面前。谢荣清冷着一张脸，是谁？保安咽着口水，看了一眼江雨柔，是江小姐的前夫。江雨柔瞪大了眼睛，害怕地往谢荣清的怀里靠去。他在呜咽着：“谢哥哥，救我！我不要看到他，我不想再回到那让我恐惧的地方。”谢荣清心疼极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再碰你一次。谢荣清带着江雨柔出门，我也下意识地站起身。我总觉得江雨柔的前夫会是我能离开谢荣清的机会。刚走2步，就被看管我的保姆拦住，他满脸警惕：“夫人，谢总不让您离开房间。”我笑了笑，推开保姆的手，我就去门口看看。谢荣清也在那儿。你怕什么？再说，我能跑到哪里去？搂紧身上的外套，太久没离开房间，总感觉外面很冷。我倚靠在门框上，冷眼看着谢荣清他们。江雨柔的前夫是个人高马大的汉子，他嚷嚷着谢荣清把他老婆交出来。江雨柔泪眼模糊：“你为什么还要纠缠我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”江雨柔的前夫眉眼一耸：“离婚？离婚的时候你没告诉我你怀孕了。我告诉你，怀了我的孩子，你还想离开我？做梦！”江雨柔慌乱地看向谢荣清求助。谢荣清嘴角噙着一抹笑：“开个价格。”江雨柔前夫：“什么？开个不再纠缠江雨柔的价格？”谢荣清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，让我心里寒意更深。我辛辛苦苦帮助他赚的钱，到头来便宜别的女人。我垂下眼睑，脑海里思绪纷杂。江雨柔的前夫被谢荣清的气势镇住，他看出谢荣清
一副阔少爷的模样，当即狮子大开口道：“500万，没有500万，这件女人必须跟老子复婚。”江雨柔脸上一慌，她轻轻拉着谢荣清的衣角：“清哥哥，不能便宜她。我知道，清哥哥，你对我照顾很多了，500万不是什么小数目。”江雨柔走了2步，一副即将哭出来的模样：“清哥哥，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，但我不能再拖累你了。”江雨柔看向她的前夫：“我跟你走。”站住！谢荣清猛地把江雨柔拉回来，他恶狠狠地看向江雨柔前夫：“不就500万，当爷赏你了。还有，雨柔即将成为我的妻子，你要是不想被抓起来，就拿着钱滚远点。”江雨柔前夫拿到支票，笑得脸都烂了。他完全不在乎谢荣清说了什么，满口说着有这500万，他还稀罕江雨柔干什么？江雨柔一副重获新生的模样，泄了力似的趴在谢荣清的肩膀那儿：“清哥哥，谢谢你。”谢荣清爱怜似的捧起江雨柔的脸：“我说过，我会一直保护你的。”他们回头时，看见了站在门口似笑非笑的我。这次，我直接把离婚协议递到了谢荣清的面前：“签了吧。”谢荣清黑着一张脸，迟迟没有动作。我看向江雨柔：“你在门口说的，我都听到了。你也不想你的柔妹妹继续被纠缠吧？你不是说要保护她一辈子吗？成为夫妻再合适不过了。”江雨柔的双眼饱含期待，谢荣清依旧在犹豫。江雨柔有些着急，在她眼里，谢荣清是舍不得我，但我知道谢荣清是舍不得我对他的助力。江雨柔轻声喊道：“清哥哥！”甜腻的呼唤彻底拨动谢荣清脑子里的最后一根弦。谢荣清签字了，他冷着脸：“既然离婚，今天就给我滚出去！我不想在家里看到无关紧要的人。”我拿着离婚协议笑了笑：“如你所愿。”江雨柔还在那假惺惺的：“舒姐姐，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，可我只是个怀了孩子的准妈妈，我需要亲哥哥的保护。姐姐，你不能给亲哥哥生下孩子，但我可以呀。”他嘴里说着抱歉的话，眼里都是得意。我已经不在乎了。我的手紧紧抓着离婚协议，这代表着我重获新生，我即将获得自由。我吐出一口气，祝你们幸福。而后毅然决然地离开这里。离开谢荣清第一件事就是向那些碳水行业的老板们投递简历。我心里很紧张，我跟在谢荣清身边这么多年，抢了他们很多生意，他们还会接纳我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很茫然。如果我不能继续碳水，那我就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了。我有些懊恼，难道真的是以前下手太狠了？直到贺燕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一刻，我是震惊的。怎么看到我这么惊讶？我默默点着头。贺燕坏笑着看向我，看到你投递简历的那一刻，我更震惊。严叔，你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都没人联系你？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贺燕。是我呀，我拦下了那些人想对你抛出的橄榄枝。我眉头一皱。严叔，跟着我干不干？我警惕地看向贺燕。贺燕在碳水一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，若不是我太过有天赋，谢荣清能不能在碳水一行站稳脚跟都难说。为了帮助谢荣清，我针对贺燕很多次。贺燕看出我眼里的警惕，她笑着摆手：“每个行业都卷得厉害，你为了谢荣清做出的事，我也能理解。严叔，不用担心我会针对你。”贺燕甩出一份文件到我面前：“看看吧，这是我的诚意。”我将信将疑地打开文件里的内容，让我瞪大了眼睛。贺燕的语气带着蛊惑：“怎么样，我这个诚意够不够？”我笑了，笑得格外畅快，伸出手：“贺总，合作愉快。”拍卖会上，我坐在贺燕的身旁，
贺燕十分放松，对一切势在必得。我好笑地看着他拽拽的模样。你这么自信，那当然，美人在怀，怎么能不自信呢？我依然在笑着，但没有反驳他。诺。你的前夫看向我的眼神，恨不得吃了我呢。贺燕笑嘻嘻地说着。我微微怔住，顺着他看的方向看去，谢荣清揽着江雨柔来了。谢荣清来到我面前，咬牙切齿说道：“你迫不及待地和我离婚，竟然是因为他吗？你真是有够贱的。”谢荣清看向贺燕，一副好心提醒的模样。贺总，你身边的女人是个水性杨花的，刚和我离婚就跑到你的身边，你还是多提防着吧。这个女人没安好心。我脸色一冷。谢荣清，离了婚后你吃相这么难看。起初见到谢荣清，我是神色复杂的。虽然离婚，但毕竟恩爱过，只不过一切物是人非，我只想着好聚好散。他和江雨柔来恶心我，我忍。我只想换得自由。我的孩子没了，他把江雨柔接回家中，用我不能生孩子的名义，让江雨柔的孩子喊我妈，一副为我好的样子，想成全我做母亲的梦想。我忍无可忍，选择离婚，不想再为他付出一切。生意场上，一切各凭手段。碳水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发现新的场地或者寻到水脉，就要开始竞拍。因为最初每个人为了水脉争得头破血流，死伤无数，因此现在想要成为水脉的主导，要么你有钱，要么你的碳水师能排得上号，碾压其他对手。谢荣清因为我才能在碳水一行风生水起。我嘲讽地看着谢荣清，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。谢荣清，是我把你带进这个行业来的，没有我，你还在当那谢家的二世祖。谢荣清的面容扭曲一瞬，江雨柔看向贺燕的眼神有些异样，她柔柔地出声：“舒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亲哥哥呢？虽然他和你离婚了，但你也不能这么快找好下家呀。”江雨柔咬着唇，看向贺燕：“这位贺总，您还是注意一下舒姐姐吧。我虽然希望舒姐姐能过得好，但不想舒姐姐胡乱勾搭人呢。”我冷笑地看着江雨柔。贺燕吹了个口哨，她嘴角勾起一个弧度。之前还听说谢公子为了一个孕妇抛弃严叔，现在看来是真的。谢公子难道还有当接盘侠的爱好？则不得不承认，在某些方面，贺某确实不能和谢公子相比。谢荣清被贺燕的一番话气得快要炸了。在他即将发难的时候，拍卖要开始了。谢荣清恶狠狠地看着我和贺燕，仿佛在说：“让我们等着。”贺燕双手环在脑后，敲着二郎腿：“你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？”我认真地思考一会儿，因为瞎。贺燕不出意外，新的水脉被贺燕拿下。不管其他人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但大家都是面上恭喜贺燕成功拿下一处水脉的探寻资格，还恭喜贺燕收复一名得了干将。贺燕笑嘻嘻地和大家说着场面话，只有谢荣清，他脸色阴沉，看着我和贺燕的方向。下水这天有了前车之鉴，我仔细检查着我的下水设备。贺燕平时吊儿郎当的，但是一到正事，整个人无比严肃。你放心，这些设备我都找人看着，没人会动些手脚。谢荣清他护不住你，我能。贺燕的话让我心里一颤，这些话谢荣清也对我说过，但他终究没有护住我。准备下水的时候，谢荣清来了，江雨柔竟然又跟在他的身边。我看着江雨柔大着肚子，每步路都走得小心翼翼的，看得我心里都开始紧张。江雨柔捂着嘴，满脸温柔：“舒姐姐，亲哥哥还是惦记着你呢。这不，今天你要下水，他就过来看你了。”
我并不接受他们的好意，而是眼神看向江雨柔的肚子。与其满嘴废话，不如找个地方老实坐着。江雨柔，你要是在这里出了什么意外，我是不会负责的。江雨柔脸色一变，她委屈地看向谢荣清：“清哥哥，我们明明是一番好意，他却咒我肚子里的孩子。”谢荣清也用着一副我不知所谓的眼神看着我：“严叔，我们毕竟夫妻一场，你自己生不了孩子，你就见不得别人肚子里的孩子好吗？”我扯了扯嘴角，懒得再搭理他。这时，江雨柔借口要去上厕所，谢荣清想要陪同，他甜腻笑着：“不用了，清哥哥，你不是担心舒姐姐吗？你就在这看着她，我去个厕所而已，出不了什么事的。”我眼神一暗，上次我下水的设备出了问题，就是江雨柔在场的时候，要说和她没关系，我是不信的。我靠在贺燕的耳边，轻声低语。贺燕好像被我的呼吸弄得发炎，我看到她耳根子都红了，没忍住轻笑出声。谢荣清看到这一幕，破口大骂：“严叔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是要当着我的面勾引其他男人吗？”我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向他：“我勾引谁了？我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算真勾引又怎样？关你屁事！”你贺燕坏笑，搂着我的肩膀：“我还得感谢谢公子，把严叔这个大美人送到我的身边呢。”江雨柔姗姗来迟，送设备的人也过来了。我和送设备的人对视，他轻轻点着头，我的嘴角无意识地扬起。鱼儿果然上钩。把设备穿戴好后，我深呼吸，随后一个猛子扎进水里。贺燕死死看着水里的动静。严叔下水之前告诉他，如果江雨柔动了什么手脚，不用管，他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这次不会再出事。贺燕看得出来严叔眼里的恨意，再加上上一次严叔出的意外，贺燕还是很担心严叔，毕竟淹死的都是会水的。严叔这么做无异于在钢丝上行走。江雨柔紧张地握着拳，谢荣清发现他的异样，侧目询问他怎么了。江雨柔笑着说：“没事，她只是担心舒姐姐下水，毕竟长时间在水里泡着，对女人不好。”谢荣清心里感慨，江雨柔真的好善良。实际上，江雨柔恨不得严叔死在水里。谢荣清和严叔离婚后，她确实嫁给了谢荣清，但谢荣清总会下意识地喊出严叔的名字，偶尔还会看着严叔的照片发呆。谢荣清解释，严叔是个很好的助手，但江雨柔并不相信。谢荣清看严叔照片时的眼神，在拍卖场上偶遇严叔时的样子，那都是一个男人动了心的表现。众人心思各异地看着平静的水面，突然水面上浮起一阵泡泡，原本平静的水面开始翻涌。贺燕心里一慌，她当即命令救护人员下水救人。谢荣清也慌了，上一次严叔差点死在水里，他是害怕的。他确实喜欢严叔，他有些恐惧，害怕严叔惨白没有血色的模样再度出现在他面前。救护人员浮出水面，他们在大喊：“快来帮忙！舒姐出事了！”严叔双眼紧闭，浑身湿透的被放在岸上。饶是贺燕知道在演戏，但还是被吓得心脏差点骤停。直到严叔轻轻勾着他的手心，他才回过神来。贺燕愤怒地看向在场的众人，严叔的设备出现问题。当时谁在设备室附近？送设备的人小声道：“江小姐出现过，当时她在设备室外探头探脑的，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。我把设备拿出来后，江小姐不小心撞到，差点摔倒。”江雨柔脸色一慌，她急忙看向谢荣清：“清哥哥，不是我。”谢荣清不是什么真傻子，
一次可以说是意外，那2次呢？2次严叔出事，都有江雨柔的身影。谢荣清很头疼，但江雨柔毕竟是他现在的妻子，他不能不管不顾。谢荣清只能勉强地打着圆场，但贺燕并不吃这套。贺燕看着江雨柔，要是严叔出事和你有关，江雨柔，我会要你付出代价。还有你，谢荣清，救护车来了。贺燕抱着严叔上车，留给谢荣清的只有救护车的尾气。我一睁开眼，看到的就是胡子拉碴的贺燕，扑哧一声，没忍住笑了出来。贺燕见我醒了，先是激动，听到我笑了后，她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：“你还笑？要不是担心你，老子至于这么狼狈？”贺燕轻轻拍着我的手心，她假装凶神恶煞地看向我：“严叔，这次陪你演戏，老子损失几百万。你要是不能给我带来好处，老子一定狠狠折磨你。”我的眼里都是笑意，轻轻地说好。贺燕哼唧唧的，没再故意刁难。过了几天，贺燕臭着一张脸：“谢荣清来了，你见不见？”我眨着眼睛：“见啊，我做的这一切，不都是为了达到目的吗？”贺燕的语气有些酸，但我没有听出来。“你不会还想和他和好吧？”我诧异地看向他：“我和谢荣清和好？我是有病还是脑子真的进水了？我要的当然是他后悔啊！”贺燕塞了一掰橘子到我嘴里，她在嘟囔着：“后悔文学也是给你玩上了。”贺燕气哼哼地把谢荣清喊了进来。谢荣清看起来有些疲惫，他见到我时勉强地笑了笑：“阿叔，你还好吗？”“不好。”谢荣清看向我时，眼里有着心疼。“阿叔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”谢荣清想抚摸我的脸，被贺燕骂骂咧咧地拍开。少特没在这动手动脚，严叔是我的人。谢荣清看向我，我默认了贺燕的话，他眼里满是受伤。“阿叔，你怎么能……算了，都是我不好。但是阿叔，你可不可以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放过雨柔一马？”我不可置信地看向他，他是不是脑子坏掉了呀？谢荣清自己也感到愧疚，他低着头。雨柔毕竟怀了孩子。贺燕冷笑着：“怎么，她怀的是你的孩子？你这么宝贝啊？”谢荣清脸上一慌：“不是的，我只是答应过，我要保护好她。”我看向谢荣清的眼神有些悲哀，倒不是悲哀我自己，而是替他悲哀，被人卖了还替别人数钱。我看了贺燕一眼，她咬着腮帮子拿出一份文件递给谢荣清。贺燕忍无可忍地骂了一句：“傻逼！”谢荣清接过文件后沉默很久，场面一度寂静。良久，谢荣清苦笑着说：“我知道了，对不起阿叔，是我识人不清。”谢荣清狼狈地站起身，跌跌撞撞地走向门口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：“阿叔，我会让江雨柔做错事付出代价的。”文件上江雨柔的桩桩件件都记录得非常清楚。江雨柔的前夫并没有她说的那样十恶不赦，对她动辄打骂。相反，她的前夫很爱她，恨不得把命给她。但她的前夫穷，江雨柔渐渐受不了那样的苦日子，她和前夫离婚了。离婚后，她的前夫总是3不5时地关心她，给她几百的转账。但江雨柔看不上，她还十分贴心地告诉前夫，钱自己省着用。江雨柔找到谢荣清，把前夫描述的和魔鬼似的。谢荣清看着青梅日子过得这么苦，心里有愧。他找人刁难江雨柔前夫，但江雨柔把前夫死死吊着，前夫甘之如饴，替江雨柔瞒下所有。江雨柔以为只要我死了，他就能和谢荣清在一起。可我不仅没死，我提离婚，谢荣清还不愿意。江雨柔有些着急，她知道只靠青梅的这段关系怜悯并不能让她过上好日子。
所以她找到前夫，让她前夫和她演戏，并且承诺她的前夫能拿到几百万。这个要求，江雨柔前夫动心了。他爱江雨柔，但他也需要钱，他穷怕了，所以江雨柔自导自演了一段被前夫逼迫的戏码。谢荣清果然拿出几百万，让他前夫滚蛋。与此同时，我心如死灰地和谢荣清离婚。江雨柔以为自己能过上谢太太的完美生活，孩子不是谢荣清的怎么了？她可以生，不像我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唯一的孩子还掉了。但谢荣清心里有我，他和江雨柔领了证后，总会想起我。江雨柔慌了，他恨我，他觉得是我夺走属于他的一切，所以他设计弄坏了我的潜水设备，希望我这一次能够彻底死在水里。谢荣清离开医院后，不再护着江雨柔，他把江雨柔送进了监狱。出院那天，谢荣清站在医院门口，贺燕也是，他们一左一右，仿佛在等我做决定一样。和贺燕相处的这段时间，他虽然看起来是个地痞流氓，但实际上很孩子气。阿叔，谢荣清语调悲凉地喊着我，但我不予理会。我朝着贺燕走去，谢荣清挡在我的面前。阿叔，我已经为了你把江雨柔送进去了，她受到应有的惩罚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们复婚好不好？我沉默一瞬。谢荣清，谢荣清眼里浮现出希望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什么叫为了我？你有病吧？真以为世界都要围着你转，是吗？这个世界不是你所畅想的男主文，你更不是天选之子。江雨柔她做的事和害命没有区别，她那是杀人未遂。什么叫为了我把她送进去的？我一脸莫名其妙。她自己犯了罪，你何必说的那么好听？为了我，什么都是为了我。算了吧，谢荣清，我可戴不上你给我扣下的这顶帽子。贺燕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，她笑眯眯地打开车门，让我上车。谢荣清使劲拍打着车窗。阿叔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后悔了。我看向贺燕，还不开车吗？好嘞。我看着后视镜，谢荣清的身影越来越小。我并不用天天上班，只有大型水脉才需要我出手。这天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谢荣清的母亲打来的，她约我去一个地方见面。思考一会儿后，我还是答应了，不为别的，就想看看老妖婆想做什么。到了约定地点后，谢母直接开门见山，说吧，多少钱才愿意回到我儿子身边？我眉头一皱，并没说话。谢母眯着眼睛，我承认你确实很有天赋，但你毕竟是女人，你现在能在外面抛头露面？你能一辈子在外面抛头露面吗？说实话，我真的看不上你，但也不知道你给我儿子下了什么药，他天天在家里非你不可似的鬼哭狼嚎。与其在外面寻死觅活的给人碳水，不如老老实实回家帮我儿子，等你上了年纪，还能当谢太太养尊处优，何乐而不为？谢母的话让我深感不适。谢夫人，您一辈子都在依靠男人吧？谢母的语气顿时拔高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浅笑着，字面意思啊，您年轻时靠着谢老爷子，老了要靠自己儿子。您一辈子都是温室里的花朵，别人手里的菟丝花。您不懂我在外面拼搏的干劲儿，我能理解。女人理解女人，女人帮助女人，我只是想不通，您为什么会觉得女人一定要依附男人才行？谢夫人，您愿意一辈子活在别人的手里，可我不愿。我有自己的本事，我有自己的能力，我凭什么要因为您的儿子喜欢我就葬送我自己的事业？更别说您儿子因为一个女人，害得我再也不能生育。谢母脸色一变，严叔，你别给脸不要，你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
我亲自来替我儿子说情，已经是给你面子。我挑了眉，是吗？那这个面子还是不要也罢。站起身，正欲走人，身后是谢母愤怒的声音：严叔，你今天敢离开这里，那你就后果自负。不答应我的要求，你以为你还能在那破行业待得下去？我握紧拳头，正想说话，却听到一道吊儿郎当的声音：是吗？我倒要看看谢夫人要如何让我的人在碳水行业混不下去啊！贺燕的狐狸眼上挑着，他好像在说：没有他我怎么办？贺燕把我护在身后。谢夫人，虽然贺某不才，只是区碳水行业的龙头，但贺某身后可是京都的根呐。贺某倒是不介意和谢家鱼死网破，毕竟在这里混不下去，我可以带着严叔回京都。倒是谢夫人，您想不想试试？您看不起贺某的营生，贺某的临死反扑会不会让谢家两败俱伤？你谢母气疯了，在谢家养尊处优久了，他已经很久没被人这样对待过，但他没有谢家的主导权，他不能随便做着决定，他只能任由两个年轻的小辈在他面前耀武扬威。谢母气地指着我大骂：你这个该死的狐狸精！先是勾引我儿子，现在又对别的男人投怀送抱。你以为我稀罕你这个儿媳妇吗？我从贺燕的身后探出头，我谢谢你不稀罕我。谢荣清找过我几次，但每次见不到我的人就被贺燕打发走。他不停地换着号码打我的电话，但我通通拉黑。一次聚会过后，贺燕有些醉了，我费劲地把她带上车，她直挺挺地倒在我的腿上。我无奈又好笑地看着她：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清楚吗？我知道贺燕的意思，她喜欢我，但有过一段情伤，我不想轻易地再投入另一段感情，这对谁来说都不公平。我的沉默，贺燕也知道我的回答，她笑着捏了捏我的脸：你在想什么？小爷我会是逼迫你的人吗？贺燕已经没了醉意，她的眼里很清明。严叔，很早之前我就注意到你了。贺燕停顿一瞬，在你没和谢荣清在一起前，那时我就觉得你不一般，可我没想到你会因为男人动心。那时候我悔呀，我气呀，早知道如此，我早都下手了。你以为你抢我的水脉，我为什么不生气？不过严叔，我真的喜欢你，但我不会像谢荣清一样把你捆绑在身边。贺燕看着我，眼里满是认真。你可以是水里畅游的鱼，也可以是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鹰，你不应该被任何东西束缚。你在水里就是女王。严叔，做你想做的，我始终会在你身后。我说过，我会护着你的，不管什么时候。贺燕，我捧起贺燕的脸，亲了下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